就是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啊，王舍城。王舍城在哪里呢？就是摩羯陀国。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位商人的儿子，记住这个商人的儿子，因为这个商人呢，这个出海经商，在海上遇到了海难，就是大台风啊什么的，海上经常起台风哈，那么那些船全部掀翻，人就会淹死啊。这个小孩的这个父亲就是这个商人，出海就遇难了。那么他的维持生活呢，只是靠母亲给人做些手工活啊，缝衣服啊，看看孩子之类的哈，做这样稍微比较体力性的劳动，在养着这个孩子啊，真是非常不容易，并且还经常呢向亲戚朋友去借些钱啊，日子反正很艰难吧。因为家里头几乎是一贫如洗了，所以大家呢都叫他穷小孩。这个孩子也在慢慢随着岁月的时光在成长中对，他也学着很多谋生的那些小本领。有一天呢，他跟小朋友的玩耍的时候，就来到了竹林精舍，正是佛陀去度众生的那个地方。到了竹林精舍的一个区域之后有一道墙上头画着很多种图案，画着很多画。这个画呢，这当中从画面嘛就能看出来，哇，这个像一种天堂，无忧无虑，特别美好，人穿的也好，长得也好。有的地方就觉得很恐怖阴森，而有些地方呢，就好像被人这个人呢被人砍成几段，有的人在火上烤，有的被宰杀的牛羊就各种好的、不好的、凶残的、死亡的、出生的，就种种的这种，就像一个因果轮回的故事墙一样的那样的画面。他看着就又好玩又恐怖，看不懂。看到旁边一位像佛弟子的这样一个人，他就问：请问师父，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师父也很有耐心给他解释，这个是忉利天。那这个呢，好像有聚在聚人体呢，这是18层地狱。说这个呢，怎么是狗呢？说这个人做坏事最后变成狗了，这个人贪吃变成什么猪牛了这个人在人间总剥削别人，这变成了恶鬼被人天天在火上烤。好恐怖！就你说的我一身一身的汗了，真又害怕又惊喜又好玩，真刺激啊！讲了2-3个小时，说这些真的都有吗？那师父就说当然有啊，这就有人有神通看见之后，我们才请画师把它画下来要不然呢编也编不出来，知道吗？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小孩你看这些图案，你将来去哪里啊？那小孩挠挠头说我得到天堂，我到天国去，是不是啊？光吃好的喝好的，又不挨饿不受气，还要钱有钱，要啥有啥，大富大贵，与天同寿，这多好呀！我要去天国。去天国，那师父我能去吗？说可以啊，你可以去啊。那行啊，你说那怎么能去呢？师父说你跟我出家吧。说出家不能结婚，不能杀生不能有家庭生活。说那不行，师父，我现在我爸死了，就剩下我和我妈过日子，我要再出家的话，我妈都没人陪伴了，所以我不能这么不孝顺。师父有没有更容易一点的？师父说持5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就听得我脑子挺乱的。这因为这小孩很聪明，就觉得将来我得娶媳妇了，是吧？万一娶媳妇是在喝中酒呢？他想想我承诺了就不能犯了，这师父还会更容易一点的，我得听一听，我再做抉择。师父也想，这个确实每个人因缘不同还有什么简单方法呀？简单方法的再简单就是，比如说你能够供养佛和我们这些出家的这些僧众们能哪怕供养1餐饭也可以啊，这个省事啊，你只要出钱就可以了嘛。那小孩说，那供1餐得多少钱？你这么多人
很多人住在竹林精舍，跟着学这个佛法嘛。那个师傅说算了算，说大概需要500斤，是500个大钱才供我们这一餐。这样说这个确实还简单一些，但是我爸经商也回不来了，听说死在海里了，我们家穷的叮当响，500钱我们家1分存钱也没有，但是自己问完了就走了。这一路上就琢磨怎么弄到这些钱呢？这也是个最简单的，我也不用修行，我也不用出家，我也不用持戒，我掏钱就可以了。这些佛和师傅们就让我将来上天国，就想着看看哪里有干活的，我去干活啊。因为这小孩从来没有在外面去打过工干过活嘛，年龄小，他最多才12岁，可能11岁多吧，就这样子。先给他妈打个招呼妈，其实500块其实不难也不贵，只是咱们家现在太穷了而已。我就想办法挣钱去，到时候我要去，我跟师傅说了，我带着我妈一块儿去天国的对，一个票2个人那这小孩从这找活，到处转悠，他看到有一家盖房，一个富贵人家盖房子就很大嘛。这么小孩来就问谁是主人？说我是，我想在你们找活干。那是去，你这小毛孩干什么活？这都是大人的事，你逗着我玩去吧。说我不是开玩笑，大叔，我是需要一些钱，我要干活，我一定要挣钱。说如果我干不好，你觉得不合适，你也不用给我钱，明天我也不用来了，对不对？如果觉得我还行，那明天你可以付钱，明天后天我继续再干，不就完了吗？这个妇人一听小孩讲的也有道理，那要不就试试，那你先干他给他简单的活和师傅们一起干活。可这小孩很会做事，他很聪明，他和大家一起干活的时候都不烦他第一，他动手动脚很勤快，第二个他还动嘴讲故事，干着那活就讲故事，一边干活一边讲故事。最后一开始大家挺烦的，小孩会讲什么故事呢？他讲了很多很可爱好玩的故事，结果大家都听了他的故事，但是都不耽误干活，都很安安静静的好好干活，反而工作完成的更好，大家就非常统一，是吧？到了吃饭的时候都忘了累了，忘了饿了，还在干活。最后那房主人就说，来吃饭了，别听他讲故事了，赶快来吃饭。说吃完饭之后继续讲故事，他一边走着去干着活又讲故事，大家又投入去干活，在工地上。这老头这个主人就是说，这小孩会做事虽然年龄小，对不对？体力不大，很多技术他不会做，可是他真的很会带人你看，就光他在这讲故事，大家干活就特别踏下心来了。很多建筑工人很烦恼脾气又躁，对不对？那干活经常发脾气，经常把东西弄坏了。你看，一听他讲故事之后，大家都老老实实、勤勤快快的干活。这小孩是个有用的人才所以干完活之后，老板说：“孩子，你能不能明天还来说可以我就是为挣点钱来所以第二天一早就开始来了，还是老方法。他也不是故意设计的，他天生带有这种快乐的这种心态，美好的心态，就继续干活。所以干了可能很多天吧，几十天活之后，这个房子终于竣工了，盖好了。他给这些所有人干活的人发工资、发钱、结账，是吧？该给这小孩的结的时候，小孩就等着，盼望着我的钱这老爷子给他钱的时候，怕他不会数说孩子，这是450个大钱，这就是你的工钱。小孩一听，就哭了。我辛辛苦苦干这么多天活可是就没凑到500块钱我就伤心的哭，坐在地上哭。这老爷子赶快就问孩子，告诉我为什么非要500块钱呢？你这怎么回事呢？我们又没坑你，没骗你对不对？觉得你可爱，没有少给你他家老太太也说，是孩子，我们都挺喜欢你的，不会少给你钱。孩子就说，我懂，我明白，你们没有亏待我。可是我当时我给一位大比丘都许诺过的，说要到
这个天国的话呢，我带着我妈去天国，到天国的话，很多条件我都不符啊。你出家我不能扔下我妈呀，出五戒我怕坚持不住，我还得将来娶媳妇呢啊。那说有个最简单，就出500大钱供养佛和佛弟子一餐饭，未来我就可能能够上天国，知道吗？所以这么着，你是差50个大钱，我去不了天国的话，这个那太可惜了。所以怎么办呢？那师父不要我，就在那蹬着腿哭啊。这老两口商量说，这孩子真可爱，但是也真可怜，又这么懂事，又这么聪明。老两口一商量说，这样我们赞助50个大钱，给你凑500。这小孩子一听特别开心呢，但是之后又没敢拿，说我这样显得不真诚吧？你给我给的50个赞助的大钱，不是我辛苦赚来的呀，对不对？哎，这小孩又跑到竹林精舍，就问给他讲那个图案的那个老师傅，又问他，哎，师傅啊，这你看我这么多天没见面吧，我去干活去了，这我就是凑那个500个大钱去了，可是呢，我自己干活呢，挣了450个，但是因为不够呢，这个房东老两口，老爷爷老奶奶给我又赞助了50个大钱，你这样的话是不是耍赖？是不是作弊啊？是不是我就拿不到去极乐世界的这个票啊？老师傅也很有修养啊，很有境界，说孩子呀，其实你那个心哈，你那个发心啊，要供养佛和佛弟子这一餐饭的供养哈，其实这个效果，这份功德已经产生了。其实你拿400个大钱的话，也都能升到天国的，这是考你的心的，考你的那个真诚、纯粹、清净的那颗心的呀。你做到了，孩子，你不用担心，好吧？保证你已经拿到了去天国的这张票了，还带着你妈啊，买一个送一个，买一送一。这孩子一听，哎呀，欢欣鼓舞，太高兴了，哇，快乐呀啊！回去就给妈妈说，妈妈也非常的开心，说这样妈，咱们就准备啊，供养佛菩萨，供养这个佛的大众弟子哈。那至少几百号人呢，妈妈立刻就想到了，因为毕竟成年人啊，想事情，说钱是凑到了，孩子，咱们家这么小，只剩咱俩，对不对？现在来说就20平方米，能干啥呀？咱能让佛进咱的小屋吗？其他的佛弟子这些大师们能坐哪里？说对哦，这会儿没有想啊，这可不急死人嘛！钱凑够了，可是没地方供。哎，这孩子真聪明啊！说，哎，我前几天打工的那一家，那个大善人是吧？他家又是大富大贵，那个房子是很大的，院子也很大的，他家那个长廊都能坐几十个人呢。这是木修的，是铺的是地板啊，上头还有那个遮风挡雨的那个没有屋顶的呀。那个屋的大厅又很大，非常干净，非常漂亮，是吧？那佛菩萨来了多欢喜啊！妈妈说，孩子，那是别人家的，人家同不同意还不知道呢。妈，你别管了，我去找大爷说去。啊，他就去找人老爷爷去谈。老爷爷本来不信佛的，是被他这个孩子这份真诚热情打动了。老两口商量商量，说不管他信不信，佛是大慈大悲的，这是肯定的，对不对？而跟他修行的人都会变成大慈大悲啊。不管怎么着，这可是大善人，咱们供养，咱们就会有这份福德呀。也难得咱有福气，能将佛和佛弟子请回咱家来的话，我觉得这是很神圣的事情。怎么样？老两口一拍手，耶，太棒了，请来。所以这老员外把他们家亲戚朋友邻居还有他家的工人佣人全部动员起来，一起来供养佛陀。小孩出钱，其实老员外老两口也没少出钱呢，那么多人的供养啊，既然做又在我们家，对不对？那是我们家的荣耀啊。其实填补了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就根本没给小孩子算钱，说他们一起供养。穷小孩亲自那天早上亲自去请佛，这个佛陀欣然答应。在小孩的带领下，佛陀领着非常庄严的佛弟子的队伍，一起慢慢走到了这位大善人家来应供。
那这个佛陀非常赞叹小孩，更加赞叹借他家新房子的这个老员外老两口，以及他们所有的工人、佣人、邻居，全都赞叹了一番。佛陀的赞叹不是一般的呀，说你吉祥富贵，你接下来就是吉祥富贵，是吧？你将来的话往生忉利天，那你将来往生忉利天，你将来智慧第一，就会非常聪明智慧。这是佛陀的语言，就像圣旨一般灵啊！大家都特别开心的。可是，在现场上出现另外一个事情，大家都发现了小孩子和老两口就给佛陀和这些佛弟子罗汉们盛饭的时候，发现比如说拿铲子铲下去一铲的饭一抬起来之后，那个饭就长满起来。每一道菜每一道饭都是这样子。等给大家都盛满了钵碗之后，都比别人家供的多几百人。可是他们做的饭，原来的盛的那些缸里碗里的还都是满满的，就像从来没动用过一般。哇，你想嘛，当时的在场的供养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啊？都不敢站着走路了，全部跪着走路，吓死了，又高兴又害怕，战战兢兢恭恭敬敬这都是佛力呈现神迹。并且这种事情在谁家出现，谁家就是大富大贵，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小孩和这个供养的这位两位老人来说，将来会不会富贵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佛和众佛弟子都非常开心满意得到了佛陀的祝福加持佛陀他们高高兴兴就回竹林精舍去了。这小孩子和这个老两口还帮忙的一起工人、佣人、邻居们都开心鼓舞在高兴之余，有人传来一个消息，有500位从国外来的一个大商队，一个商人团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叫王舍城，对不对？来到王舍城，可是这个时间就那一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日子，所有的店铺餐馆全部关门，所有的商户卖吃的卖食物的餐馆不开，这不急死人吗？这个商人团队真的那么不巧，走了一大圈子，所以挂招牌全敲门不开门，没有人开。就打听说有个小孩和那位长者今天是请佛和众弟子来应供，听说很神奇吃了饭再长出来，吃了饭再长出来，好神奇所以这种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所以这一对商人听说之后，这里有饭，他们普通凡人他们是都饿得两眼冒金星，听说他们家有这么多饭，我们去看看。因为光供这些佛弟子就几百号人所以剩下的饭应该也是很多，因为在总长出来所以他们也是就闻着香味打听了就来了。真的假的？小孩说是真的呀。你来看很多饭，受商人领头的人就给他们说了，你说我们也不想来打扰，可是我们走了好几天路，没怎么吃饭了，这不今天回到王舍城，到了王舍城，可是王舍城今天这个什么特别节日都不开门，我们真的快饿疯了，你能不能把听说剩下的这些饭卖给我们？小孩子说，这是我供养的佛和佛弟子们都吃饱了，是吧？剩下的这饭这是佛给让他变出来的东西，又不是我花钱买来的，我才不卖给你们呢，我要白白供养给你们吃。这商人一听，既然给供养吃，顾不上客套了，赶快拿碗抄家伙吃。哎呀，每个人吃的呀，饱饱的，香香的，特别的开心。吃饱了饭之后，才顾得上给他们聊天呢。就他打听说，这是你这个穷小孩，这是谁家的孩子？你的父母亲是谁？这个孩子当然知道父亲的名字了，马上就说我父亲叫啥。一说出父亲名字来之后，说这个领头的这个大商人一听都哭了。哎呀，真是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我是百般苦苦寻找的那个小孩子，就是你，我找到了，我是你父亲生前最好的至交的朋友，铁杆朋友，知道吗？你父亲在
临终之前的时候，有一大笔财富是寄存在我这里的，他让我帮着找到你之后，把这笔财富交给你，因为本来就是你们家财富，知道吗？这小孩一听，有这种事儿啊，真的呀，在心里找出来那些相关的那些证据、那些字据等等的，哇，这等于一下子就，光他父亲留给的财富已经是巨富了。那这500个大商人呢，就说非常感恩你这孩子这么懂事啊！你看供养了佛陀，还供给我们吃，吃的是真是特别的开心。你还这么善良，并且你将来一定是很有前途、很有出息的孩子。现在你接到你父亲的遗产，我们都是你父亲的好朋友，我们也不能白吃今天的饭。还有呢，我们因为是你父亲的朋友，我们希望也给你帮点忙。每个商人给他一笔财富，或者给他一个非常贵重的这个宝物，就在这一顿饭之间，这个孩子成了这个城市之中最富贵的人，立刻大富大贵，到未来都惊动了国王啊！在他的城市之中，他成为等于叫做长老，就是等于民间大家公认的最慈悲、最善良的，并且说话最有威望的人，就大家都称他为长老。后来呢，就这人又很聪明智慧又非常的大方，经常的去，一个是供养佛菩萨，还有呢，经常是斋济穷人，对吧？看一些穷孩子，缺爹少妈的，来吧，到我们家来生活，是吧？长大一点之后，在我们家工作打工，你多好啊！饭有了，书也读了，工作也找到了，他救了很多的人呐，功德无量啊！我分析这个孩子，因为他发心是非常的纯真善良，他并没有说我要突然变成富人啊，我找到金矿的密码啊，他没这想法，是吧？因为失去了父爱，家里一贫如洗，带着个老母亲，他们总是盼望着说有一天这个天堂是这么美好，是吧？老师傅也给他介绍了一下天堂的多么样的美好，要啥有啥，想吃好吃的时候一想就肚子就饱了，是吧？这样他们就不再受人间那么多苦嘛，这样可以带着妈妈到天国生活的话，他们就无忧无虑嘛。所以他只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当现实的时候，他得到爸爸的遗产，有500商人给他这些赞助的金钱、富贵、财宝的时候，他一想，这不是我要的，我要这干嘛呀？对不对？我只是想不去受苦了，我只是希望说我的未来能在天国生活呀，对不对？所以他当时是拒绝的。所以那些商人叔叔伯伯们一听说这孩子这么纯真善良的话，说我们更得帮你，是吧？孩子不用担心，不会经营，伯伯来带你经营啊。接下来过来一个叔叔说，我是专门可以经营马队，我教你拿出一笔财富来去经营马队。下一个叔叔来说，叔叔专门经营骆驼的驼队，是吧？弄1万只骆驼来回搞运输，是吧？从印度跑中国，跑尼泊尔，对不对？你就发达了，是吧？不会管吗？叔叔代为管理。另外一个叔叔说，我没那么富贵，我就是建筑商而已，我只是在10个城市有1半的那个房子都是我的而已，对不对？我拿这些钱来给你盖房子，出租管理建筑都是我来代管了，好吗？所以一下孩子不用操心，对不对？数钱都不用管。你看戴眼镜这个叔叔专门算账的，连账钱都给你管好了，你不用管了。所以他呢，当拿到这些富贵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说把它藏起来，先说那既然我这么富贵了，我这个区域的人就不能有穷人，我让大家每个孩子有书读，有饭吃，有房住，有工作。并且这个孩子后来他有了这么大富大贵，他那些骄奢淫逸他一点都没有，因为他也经历了苦难那之后是非常本分的去做人，一点都没有那些骄奢淫逸。当你的富贵和成就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人会出现精神病状态的，觉得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头就大了，就晕了，就像喝醉了酒一样，不知所措，不辨方向，不明是非，人就会出现
人生若干次这种状态。所以当今的很多大老板和高官也是这样，等他那个权力和那个钱财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啊，其实他需要修养，需要被指导。所以他也一样。所以当大富大贵突然之间都来了，成为当时国家最富贵的人的时候，他就问佛：佛呀，我怎么面对啊？佛就告诉他：这是你的，就说的更高的法。这个孩子悟性这么高哈，做这么多善事，这不是一般人来的。前世都是修行人啊，前世他的前7世一直供养佛菩萨，所以今世才有这么大的功德。也提醒大家哈，有一个词汇叫做福慧双修，就是你的供养太多，所以一定要让你体会到在人世间的大富大贵的感觉，满足你这种知觉感觉的那种感觉啊，而让更多的人将来懂得怎样成为大富大贵的人，成为这么一种榜样，所以让你今世继续表现出一个成就富贵的人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必须还是会要修的，如果不修，你接下来就会堕落。堕落之后，堕落入三恶道，尤其是进到鬼道就完蛋了，白修了，富贵也没有了，在你活着的时候，这钱财被人给糟光了，是不是啊？甚至性命不保，别说到天国了，地狱之门随时为你打开。所以孩子你得修啊。这孩子不用说，当然我就是来请法的，就是要修，听佛讲。但他听到佛陀讲那一番道理之后，他就开悟了，就立刻证得阿罗汉果位。为何穷小孩如此年幼就能发心供养佛陀？是否因为比丘长者耐心的教导，让他对佛法有了初步的理解，从而激发了他的出发心？所以很多所谓包括修行人，包括一些老教授，对吧？比如说老教授一直教学，这个还好一点了。所以很多所谓的高人啊、大师啊，甚至大老板啊，所以一般一个小孩、儿童问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此时你没有担负起一个为人师表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小孩子懂什么？别瞎问，我没空，或者是骗你，或者把你当个玩笑一样给打发了。可是这位长者，这位比丘就是非常孜孜不倦的，而且很轻松快乐的给他讲地狱是怎么去的，天堂是怎么成就的，好人是怎么做的，就是简单先讲述好人、坏人、天堂、地狱，其实让一个小孩最容易理解。讲完了之后，你看这小孩得到了激发，他说我要上天堂，那他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做个好人嘛，好人才可以上天堂呀，坏人才要下地狱呀。所以先其实让他选择了，就像我讲家训一样，你要做一个选择，做好人还是坏人，一个道理，对吧？所以这位比丘，我觉得不管今天历史上有没有留下他的名字，说这个人应该都已经获得了大成就。还有他视众生平等，不能说因为你是一个孩子我就不搭理你，不屑一顾，没有啊，众生平等就是我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去利益众生、引导众生的好机会。对，所以不在于大家说我还没开悟，我没有成佛，我还没成为罗汉菩萨，所以我凭什么去引导别人呢？其实就是善心引导他人。当你明白了这个好坏的道理、慈善的道理之后，你有这个一个善心，你知道这是一个善良的事，你去告诉他们，这就是功德无量，这就是度人呐。度人说法是最高功德的，所以这小孩等于得度了。所以这个小孩所有的成就又来自于这位比丘长者对他的细心的说教，就引发了这么一大这个非常令我们称赞的美好的故事。对，他又救了多少人啊！所以一位伟大的商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真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不光是佛能够利益众生啊，是吧？所以你看，这都是连贯的。
为什么供养的饭食会一直长出来？是不是佛陀预先知道这500位商人要来，并且有饮食上的需求，所以佛陀慈悲先将饭食预留出来的？这个佛法之中那个殊胜神奇的部分，对吧？这是佛力所出现的一个现象。一个人你真正发的是心，当你的心发到那儿了之后，就像说500个大钱那件事儿500个大钱你的心发出来了之后，那500个大钱的引发的功德已经就在那里，而且不在于说你有没有具体的拿来，也更不是说差了50个大钱结果是老爷子给赞助的，这还算不算自己的？没人给你算的这么清楚的账。佛陀不是会计师，那会计师说不行，差1分也不行，对不对？你差我1分，你给我1分，我还差你20块，我再给你20块，会计师都这么做，对不对？佛陀不是，佛陀是要的是说，你要觉悟离苦得乐，你要这一块的法，你要的是你的真心，你才能觉悟，是吧？你要的真心才能与众生相感应。因为这个孩子他的真心到了那里，让佛感动了，也是前世做了大功德的人今世你这样来供养一个孩子，请你记住他的年龄，12岁的时候你供过谁？大家都是乃至到82岁的都是说我要富了还要富，富了还要富，留给谁呀？何苦呀？如果你有1个孩子以上的时候，你的孩子永远都是说你到死的时候没给我分均匀，所以死之前我还气死你。本来可以多活1年，结果当天给气得蹬腿死了，对不对？这是500罗汉化现每个人给他的财富和宝物所以说实在话，给1个宝物他就可以富可敌国呀，他可以成为天上人间最富贵的人都可以啊。这一个孩子去这样为了说自己上天，而是带妈妈解脱呀，不要让自己和妈妈在人间再受苦受罪了。首先他不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妈妈，对吧？还有一个之后呢，他知道去供养佛菩萨，还有之后他去帮助那么多的更贫苦的孩子和众生。这个人前世做了很大的德行到今世有这样大的福报所以就有500罗汉前来点化和赞助他的，就是我们人类一份的真诚发心这佛菩萨和诸天神护法都来赞助。咱别说佛菩萨了，就一个天神，就你当地的土地神给你一份赞助，说让他富贵吧，光你当地的土地神就可以让你大富大贵，名扬天下。何况佛菩萨被感动了之后，这么慈悲可爱的少年，让他永生永世富贵吧。佛心里这么一想之后，这人就不得了，立刻就换了人了。因为他的功德福德不可限量，怎么计算呢？就是这样。还有呢，他把快乐给大家分享，所以他看到的听到的这些笑话，他当和大众遇到一起的时候他觉得要把快乐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是他的一种责任感，就是从潜意识之中流露出来的智慧。说实在话，有些笑话是看到的听到的，还有很多笑话就现编的，对吧？让大家快乐，所以人人都喜欢他。你看这就是智慧吧。那这种智慧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过去世的慈悲、供养、布施还有修行。所以这个孩子是一个福慧双全的孩子，所以他未来的富贵和修行中的成就都是很高的果位就真正修行度人本身不是特别刻意，反而从内心之中自然的流露的慈悲才是真慈悲，对吧？否则的话就有点生硬，有点僵化，但是不够自在，不自在就不圆融，所以你的故事你的讲法就不圆融。那不圆融的时候呢，众生就不乐意接受或者听不懂。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的圆融呢，需要人听懂才能实用，对不对？听懂才能开悟。所以的话呢，所以这些都是要修慧积德才会有这些福慧双全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要得到这种富贵，
啊，所以要叫福慧双修哈。你要能承受得了、驾驭得了和享受得了这些富贵，这才是真富贵。没有钱还不吵架，一有钱全家打得四分五裂，痛苦不堪，爹不像爹，娘不像娘，叫这种富贵，这是吉祥的富贵吗？这是叫灾难的富贵，因为一笔钱拆散你全家，对不对？这不是积了功德的，这反而这是一种败家的现象，只是来了一笔钱，就像来了一个金色的炸弹一样，把你家炸裂了。是这样，这真正的好就是富贵，所以我讲叫做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就是有福，你人间什么的美好都叫有福，就是人间的美好。当我觉悟的境界，那个叫慧，是智慧的高度和境界。佛教的智慧高度不是说今天我要凭一个副教授变成正教授啊，我今天我从挣2万块钱变成挣5万块钱，这根本都不叫智慧。佛教的智慧是更加宏观的，我看见300年、1000年、10万年的这种状态，说你的全家的吉祥，说现代吉祥、未来吉祥，你的后时代都是吉祥的，这才叫吉祥，它更宏大、更久远。我说的是真实的，所以看长久一点。那么看得太短了之后呢，就比如说今天变成亿万富翁，下个月又死，谁乐意？但事实上很多人做的就是这个事儿，我先成就了再说，先发了财再说。就是你发了不该发的财，你 hold 得住吗？你享受得了吗？对不对？你不会因此而享福，因此你会痛苦，因此而四分五裂，因此你从此失去了一切的爱，那叫幸福吗？所以大家想想，什么叫福啊？所以我说的慧，比一般人高考，比一般人找个工作，比一般人赚的钱多，要高更多的境界，看得更长久。但是不是说和人间没有关系啊？和人间我们的幸福生活绝对息息相关，这才是我们要学到的那种福和慧。